系统总是出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如果铲不完这些地，这个女人就会和系统一起毁灭。这时却还有人出来捣乱，耽误她铲地。江庆正低头认真铲地，突然面前出现一双脚，他抬起头，看见面前站着的孙小妮。昨天才刚教训完他，这才1天的功夫就不记得了，还敢跑到我面前来。这个人叫孙小妮，他在背后说江庆坏话，江庆打过他一巴掌。别挡着我干活。江庆，你头上的帽子是哪儿来的？你是不是把我新编的帽子偷走了？我偷你帽子？你戴过的帽子白给我都不要，我还能去偷？孙小妮，你咋想的？脑仁是芝麻那么大吗？江庆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孙小妮突然要抢他头上的帽子，有病吧你！江庆真生气了，推了他一下，他力气比以前大出好多。孙小妮瞬间被他推出去，摔在地上。打人了，要打死人了！起开，别耽误我铲地。江庆根本没用全力，孙小妮摔不坏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听到孙小妮的哭嚎声，大家都往这边围过来。就是他偷了我的草帽，还敢狡辩，他还打人！哎呦，我的腿动不了了！孙小妮嚎叫着，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。这时傅少铎走过来，孙小妮，你说帽子是被江庆偷走的，证据呢？这会儿见傅少铎过来，他开始感到心虚。证据就是江庆头上的帽子，以前没见他戴过，他自己也不会编，怎么偏偏我的帽子丢了，他就戴起帽子了？江庆的帽子是我给编的。现场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孙小妮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。我看江庆晒得厉害，中午给他编的帽子，所以我可以证明他没偷任何人的帽子。现在再来说说刚才打人是怎么一回事。傅少铎眼神犀利，一双眼睛仿佛能看透一切。孙小妮十分的心虚，赶紧从地上爬起来。我们两个刚才互相推搡，嫂子应该不是故意的。咦，听孙小妮叫了声嫂子，周围的人心里都在比，这也太会见风使舵了，刚才还不是这么说的。发现副队长在维护媳妇，立马改了口。傅少铎看向江庆，你来说说刚才是怎么一回事。是他先上来推我的，我还手才不小心把他推倒，我是正当防卫。孙小妮是这样吗？不是。孙小妮试图否认。这时旁边人群中走出一个女人。副队长，他们两个冲突的过程我看到了，的确是孙小妮先动手推人的。江庆认出来，说话的年轻女人就是住在他家左手边的邻居，遇见过2次都不搭理自己的吴丹。江庆万万没想到吴丹会站出来为自己作证。吴丹，你别乱说话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干活时我刚好在斜对面，发生什么看得清清楚楚，整件事都不干副队长媳妇的事。咦，众人一脸鄙视的看着苏小妮，事实已经摆在面前，他想抵赖也抵赖不了。唉，对不起，队长。孙小妮，你所做的事伤害的是江庆同志，要道歉也该向他道歉。嫂子，对不起。你说什么呀？蚊子似的，我没听清。嫂子，对不起。知道对不起，以后就别做对不起别人的事。小姑娘年纪轻轻的，心眼咋这么坏？孙小妮被江庆说的头都抬不起来，在所有人面前丢尽了脸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行了，大家都散开去干活吧。江庆来到傅少铎面前，谢谢呀。他没想到他会站出来维护自己，还挺感动的。好好干活吧。很快就下工了。你看前面，看见吴丹没？怎么了？人家爱人都骑自行车带媳妇回家，你也有自行车，明天咱们也骑自行车回家吧。江庆充满期待的看着他。不行，你看有几个骑自行车的，吴丹那是特例，她身体不好，她老公才特意骑车带她回家。其实我身体也不太好。他撒谎面不改色。傅少铎快被他气笑了，他身体壮得和头牛似的，谁身体不好他都不会，这耍赖的样子分明就是想偷懒。傅少铎没有拆穿他，但也没说话。此刻他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明明是一个人，可眼前这个耍赖的江庆却让人讨厌不起来，反而还有几分可爱？哼，小气鬼。到了家，傅少铎就进厨房做饭去了。江庆想到傅少铎在厨房，一时半会的应该不会过来，便进屋里去换衣服。衣服换了一半，门口响起声音：江庆，你把火引子放在。他一眼看到站在门口的傅少铎，傅少铎急忙跑出去。等他穿好衣服，傅少铎已经不见了。江庆还是有点生气的。哼，这家伙怎么不声不响的就进来了？还好他刚才已经穿的差不多，不然可真是丢脸。江庆穿好衣服来到厨房，他眼尖的发现傅少铎面向他的半张脸红的能滴水。不过看了一眼，脸就能红成这样，果然和书上说的一样，这个年代的人好纯情哦。江庆看他害羞，就越是想逗他。他故意走过去，往他身边靠。他一靠过去，明显感觉傅少铎僵了一下。傅少铎，你好厉害啊，太会做饭了。江庆由衷夸道，满脸花痴的看向他。此时傅少铎的脸更红了，不敢直视他。我去拿筷子，咱们可以吃饭了。傅少铎转身的瞬间，江庆发现这男人被自己给夸的脸更红了。怎么办？这么优秀还纯情的男人就在自己身边，不吃掉是不是说不过去？江庆心里痒痒的，活了28年，他还是头一次产生这种感觉。不过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念头。等他做完系统任务，是要回去2028年的，还是别去祸害别人了，快点做任务才是正经。
两人吃完饭，傅少铎突然径直朝江庆走过去。江庆下意识往后一躲。干嘛？难不成我刚想清楚，他却要履行夫妻义务了，做夫妻之间该做的事情？这个男人竟然偷看女人换衣服，而这个女人发现后不但没有生气，还故意去挑逗他。这个男人一点也忍不了，向女人走去。江庆下意识往后一躲。干嘛？难不成我刚想清楚，他却要履行夫妻义务了，做夫妻之间该做的事情了？过来，我给你上药。江庆这才明白，他是要给自己晒伤的脖子上药。江庆转过身站在他前面，傅少铎动作似乎有些急，一不小心按在了伤口上。抱歉，是不是弄疼你了？你轻一点好吗？这次傅少铎温柔了许多，江庆没有再叫。药涂完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江庆把他送到门口，他回过身。明天开始我不回来吃饭了，你做自己的就好，不用做我那份。为什么？家里的大米和肉不多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原来竟是这个原因。之前的原身把傅少铎的粮票都拿走换成大米，他只能啃馒头配咸菜。他自己过得那么艰难，却还在担心江庆的大米和肉不够吃。一时间，江庆很是感动。傅少铎走之后，江庆回到屋里，闪身进了空间。他做了今天的签到任务，系统还挺给力。今天的奖励果然是一颗强身健体丸，还是增强版，效力是先前那2粒的3倍。吃完后，江庆立刻感到一股力量从体内迸发出来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他喜滋滋地戴好草帽和劳保手套，拿着铁锨出了门。路上碰到了春萍姐，两人一起去地里干活。春萍姐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我家里有几十斤大米，我想拿出一部分去换成粗粮，这个要怎么换啊？何春萍很是不解。你要把细粮换粗粮？你不是吃不惯粗粮吗？嫌拉嗓子？那是我刚来的时候的确不大习惯，不过待了这么久，我现在吃粗粮没问题了。家里那些大米能换不少粗粮吧？我寻思换成粗粮能多吃一阵子。何春萍还是不敢相信。小江，你真想好了？我想的不能再好了。刚来那阵子是我不懂事，把傅少铎的粮票都拿去换了大米。现在想想也太败家了。我想把大米换成玉米面，总比天天吃高粱面强。哟，知道心疼你家小妇了。何春萍打趣他。没，就是觉得不能光我一个人吃好的，良心上过不去。何春萍见他的确打定主意，把大米拿到食堂去就行，食堂还愁没有细粮呢，肯定乐意换。到了地里，吃了强身健体浓缩丸的江庆体力大增，一上午干下来都不怎么累。江庆算了算，按照这个进度5天内还是没办法完成任务。中午收工回去的路上，他问系统，明天能不能再给一颗浓缩丸？宿主，今天的浓缩丸已经是在本系统权限范围所做的最大努力，未来几天能不能得到强身健体丸，要看宿主的劳动效率了。看我的劳动效率，什么意思？宿主劳动的越尽心尽力，得到强身健体丸的几率越大。弄死你得了。回到家已经是中午了，他准备一会儿去食堂打饭吃，顺便问问换玉米面的事。江庆拿着饭盒来到食堂，他看到远处一张饭桌旁，傅少铎和周东阳正面对面坐着吃饭。周东阳眼尖，一下子看到了他。哎，你媳妇咋来了？傅少铎抬头，果然真的是江庆。看了几眼，傅少铎回过头继续吃饭。你说你咋这么淡定？你媳妇能来食堂打饭，可是破天荒头一次。她现在白天下地干活，中午来不及做饭，吃食堂很正常。正常才怪！你没发现你媳妇最近越来越不对劲了？又是下地干活，又是来食堂吃饭，你就不奇怪？傅少铎沉默几秒，他说想好好过日子，或许是真的吧，也不好说。不过我建议你再观察观察，毕竟她劣迹斑斑的，哪那么容易改？他神情猛地一变，你媳妇过来了。只见江庆走过来，坐到傅少铎身边。打饭的人太多了，我坐这里等一会儿，人少了再过去。今天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会不会太累？累呀，当然累，不过我能坚持。傅少铎没再说什么。对了，这周日我想请春萍姐还有吴丹他们2家吃饭，你看行不行？最近他们都对我帮助很大，我想感谢他们。傅少铎很是吃惊。请客是没问题，但你会做饭吗？我不会，可是你会啊。要是你同意，到时候你当大厨，我给你打下手。江庆说完，对面的周东阳却剧烈咳嗽起来，好像被呛到了。周东阳，你没事吧？周日要是有空，你也来吧，人多热闹。不用，你们好好吃，我周一有事就不去了。哦，那你先忙，以后有空咱们再一起吃。行，有时间一定聚一聚。那什么，你们聊，我吃完先走了。周东阳赶紧溜了。那我去打饭了。江庆拿着饭盒到窗口打饭，打饭师傅看到江庆一愣，副队长媳妇怎么跑食堂打饭来了？她不是天天得吃白米饭吗？要打啥菜？2个高粱面窝头，再来份芥菜疙瘩。打饭师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个全东安农场最有名的搅事精娇女，竟然跑到食堂来吃高粱面窝头和咸菜。打饭师傅半天没动。师傅，麻烦您快点，我饿了。好咧，马上。打饭师傅接过饭盒，打好饭递给江庆。江庆把头凑向窗口。师傅，还有个事，我家里有大概50斤大米，我想全换成玉米面，咱们食堂能不能换啊？打饭师傅很惊讶。你要拿大米换玉米面？是啊，我想换成玉米面，能多吃一阵子。你要真想换，我去给你问问。麻烦您了。
打饭师傅转身进了后厨，过了有5分钟，他回到窗口。行，能给你换50斤大米，能换120斤玉米面，你看行不？行啊，当然行。没想到能多换20斤，他当然乐意了。不过大米在家里，我一个人拿不动，你能帮着拿过来吗？可以，食堂有小推车，可以推过来，但是得等我忙完手里的活。那没问题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拿着饭盒，江庆笑呵呵的去吃饭。傅少铎吃完饭仍旧坐在原来的位置上，江庆挺惊讶，还以为他早就吃完走了呢。你是在等我吗？晚上你回家一趟，我有事要和你说，下了班就回来啊，我在家等你。傅少铎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但还是同意了。吃完中午饭，江庆刚在家里躺下没多久，外面就传来敲门声，应该是食堂师傅来送玉米面了。